喊了。是啊，娘娘，皇上特意交代，暂时将你关起来是为了保护你。有个贤贵人的事跟娘没得关系，那么再战娘的真凶肯定会对娘不利。再说了，这是5星级 VIP 特供牢房，条件也不差呀。就是。没事儿，你们忙你们去吧，这只是我每日清晨的热身运动。哎，等等，我点名要那几本书买了没？没买就快点去，看不见他们才是对我最大的刑罚。娘娘放心，我明天派人去买了。快去快去！怎么说？孟非家到底厉害啊？那书特多，现在都买着。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放我出去啊！来人呐！就在前面。快来人呐！下去吧，谢谢。哎呀，有没有天理呀？我是被冤枉的。吵什么？嗓子不疼吗？哎呀，看看这是什么？你怎么才来呀？快一点，我都等不及了。不要催了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来吧来吧，我们来搓麻了。走你，我们3缺1，你1是3，刚刚好。这几天芳华宫简直无聊死了。来，别客气啊，就当自己家哈。赶紧的。快来啊，孟非姐姐，来。哎，我拜托你啊，有点囚犯的自觉好不好？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哎，真凶还没有抓到之前，你还是最大的嫌疑人。怎一个惨字了得呀！哎，起码得2个。可是孟非姐姐，你为什么会成为嫌疑人啊？太惨了，我简直不想回忆呀。扫把星。你说谁？好，谁搭腔我就说谁呗。哎，想跑啊？怎么啦？戳心了，老弟？贤贵人，你真是很讨嫌呐！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这犯的什么病啊？你倒是找太医瞧瞧啊！后宫的女人都有医保，用不着你掏钱，别舍不得。嘿，你还好意思笑啊？你黑心毒害皇上，皇上竟然原谅你，还不跟你计较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所以说你是要当正义侠，为后宫除害喽？哼，我不管你给皇上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今天我要不是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好看。怎么会打起来了？你竟然敢刮我的脸！你竟然敢欺负我！这个是我吃饭的家伙。看出来了，吃饱了撑的吧你？那不是蒙妃娘娘吗？对呀，怎么回事？敢欺负我！老天真的太不公平了！你这个人有皇上宠，我连皇上都见不到面啊！这我欺负你，明明是你冲过来打我的好吗？没有，不跟你说了，以后别来找事儿啊！我的个亲娘啊，我可不活了！哎，那不是王妃娘娘的发簪吗？就是这样，所有人都说我，证据都指向我，不被别人怀疑都说不过去啊。别担心，会查清楚的。找到凶手了吗？没有。都是些蠢货！蒙妃娘娘怎么可能杀害贤贵人呢？一定是她探查刺客的时候按人手脚，遭人栽赃。是啊，那藏书阁走水的事情，那明显是冲着蒙妃娘娘来的。事到如今，
只有召回大理寺少卿结束休假，来参办此案。皇上，您说的是甄大人，就那个记忆神探吗？没错，宣他进宫。皇上圣命，我这就去。甄大人，您不是休假去了吗？怎么这点小事也管？太劳心了。案子不分大小，更何况事关人命。哎，是，小的意思是啊，这人一看就毒死的，身体发青，嘴唇发黑。不过什么毒却不好查出来，不是食物中毒，也不是毒针妒忌毙命。小的验过了，他的肺部中毒最深。是吸入式中毒啊，对呀。如果有人在这毒屋子里放毒烟，那没道理就毒死他一个，那活着的嫌疑最大。甄大人，我分析的有道理吗？你只管验你的尸，不用管破案。破案是我的业务范围，好吗？这对夫妻的新房是不是在山的背后？是啊，甄大人怎么知道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咱们去新房看看吧。走吧。仵作，把这夜壶周围的泥土验一下。哎，大人，我是不是理解错了？您是让我验夜壶里的尿，验泥土什么名堂？你照做就是。哎，是。大人，你看有毒！哇，真的有毒啊！甄大人真是太厉害了。我年幼的时候读过一本书，上面说有一种土毁蛇可以放出毒气，致人死命。这种蛇喜欢待在阴暗潮湿的环境。我看死者处于门窗紧闭，没有第三者进入的室内，再加上是吸入式中毒而亡，本来就有所怀疑。而现在，检验结果证实了我的猜想。儿时读的书，现在还记得。记忆神探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要打岔，快听甄大人继续讲。死者脚下粘有土毁蛇身上分泌的粘液，从这可以推断出，她是企业小姐
不慎踩中蛇身，土匪蛇释放出毒气，他当场毙命。而你身体素质比较好，再加上距离离得比较远，所以仅仅只是昏迷。这么说，是场意外，不是谋杀了。并非如此，本地可不产土匪蛇。去把这附近所有的蛇官叫来，你来辨认一下，看有没有认识的。是。甄大人，人带到了。快，走。甄大人，我认识他。估摸是在我夫君出事的前几日，他调戏过我，我夫君还打了他呢。看面相，你是外地人。是。到此为止，案情一目了然。你轻薄于她，被她丈夫毒打，因此怀恨在心，将从外地抓来的土匪蛇丢弃在这房屋附近，造成了她丈夫中毒身亡。你认不认罪？我认罪。另外，土匪蛇仍潜伏在此，如不除去，必将危害周围的百姓。剩下的蛇官，好好将这条蛇捉住，用火烧死。是。带走。来。多谢甄大人。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，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少爷。皇上跟前的吴公公前来请您，说是宫里发生了命案。我还在休假呢。少爷，小人听说，命案的嫌疑人好像是蒙妃娘娘。休假结束了，收拾东西，咱们进宫。是。东风。古往今来，凡是绝色女子，命运必定坎坷，这是规律。我很感谢老天爷对我姿容的肯定。出牌。哎，我听说记忆神探甄大人奉皇上懿旨要来替你平冤，哎，那是谁啊？大理寺少卿甄士爽。他很厉害吗？皇上为什么要用他呀？这位甄大人啊，是逢案必破，好多疑难奇案悬而未决的都被他挖出来给解决掉了。不蒙作为嫌疑人的这个消息刚传出去，就上了坊间的各大小报头条。这个布御史家的大门呢，都已经快被人凿穿了，纷纷嚷嚷说他养出了一个没有品行的杀人犯的女儿。重点是还把这女儿送到了离皇上最近的后宫，其心可诛啊！那皇上也没办法，只能把这个休假中的这个福尔摩斯给叫回来了。哎，该谁了？骗子！我再也不要相信你了。小兰，我们今天再约不就行了？不要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我心里真的有你。我今天一早去你家，可你家仆人说你昨天根本就没有回去。你还说你没有留宿烟花之地。小兰，小兰，你这次是真的误会我了。我昨晚一整晚都在梅园看戏。梅园这个月刚开始演夜戏，你也知道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女的有点过分啊？不相信他是对的，这个男的确实在撒谎。啊？梅园唯独昨晚没营业。这你都知道？每个月这个时候梅园做账歇业。记这么清楚？不仅如此呢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男的整晚都待在青楼，他身上有香粉味儿。你想啊，如果是在戏园子待一晚上，怎么着也会沾上浊气，而不是香气吧？啊，虽然他身上的香味和这个女的是同一种，但是他们一直在吵架呀。
没有晋升的机会啊。男子身上的香味怎么可能这么持久浓重呢？所以，唯一的解释就是，这个男的很聪明，他送给青楼的那个女的同款的香粉，还跟这个相好亲密了1整晚呢。果然是个谎话精。你看，他腰间少了一个吊坠，估计啊，也是送给青楼那位姑娘了。还有，他怀里有一个手帕，你看露出手帕的一角吧，估计啊那就是对方的回礼。天哪！哎，姑娘，他是骗你的，他昨晚都跟青楼的姑娘在一起，你看他腰里的手帕。这是谁送给你的？你个大骗子！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给听我解释啊，小兰。你好厉害啊！你简直都可以当神探了。哎，我听过一些他之前的事迹啊，除了用奇葩来形容他，找不到别的词儿了。不是我文化水平低啊。是真的，他已经奇葩到惨绝人寰的地步。怎么了？他喜欢破案，平常呢都绑着一张棺材脸，和他有关系的人啊，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。不论是夫子杀妻，又或是上司横死，又或者这个邻居遭劫，甚至连他吃过早点的路边摊，都被那个巡逻的捕快给掀摊了。哎，但是他一点愧疚都没有。独来独往，不受任何影响。这个真是爽啊！真是酷到没朋友啊！你的香囊在策论第2卷里面夹着。你的印章在桌子的右边角。你的扇子在座位的左边角。你的手帕在宣纸下边压着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找这些？太厉害了！哎，我簪子呢？刚才还在手上呢。就在你头上插着呢。那你知道策论的第3卷在哪儿吗？就在第1架第2层右手边。这你都知道？你不是人！我什么都记得。我不信，任何书的内容你都记得？那当然了。我不信。那这个第8页写的什么？此臣所谓参教也，圣人非能通之，万物之要也。故其治国，举要以治万物。故寡教而多功，圣人治国也，易知而难行也。是故圣人不必加，凡主不必废，杀人不为报，赏人不为仁者，国法明也。这个第11页写的什么？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急，用之者数，则财恒足。以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人而下不好义者也，未有好义其事不忠者也，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。这都可以，你太厉害了吧！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啊，你好厉害啊！我没什么厉害的，我就是记忆力好。
平常葫芦嘞，买平常葫芦嘞，买平常葫芦嘞，让一下，买平常葫芦嘞。你厉害，你聪明，会推理，记忆力好，还不爱拍别人马屁，放眼整个私塾，谁能有你强？不好意思啊，有点激动了。没事儿。我有一个请求，你能答应我吗？你说。你能不能做我的小师傅？我向你拜师学艺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跑什么呀？你还没回答我呢！哎，我们家要搬去都城了，明日一早就出发。那你明早会来送行吗？我还有事。哎，你等等我！我今天要把你等我，你等我一下，真是爽！哎呀，真是爽！叫你呢，真是爽！你这什么耳朵？真是爽，真是爽！傅小姐，我叫你老半天，怎么听不见呢？你是不是耳背？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是想说，夫子家贫，心丧未久，我们商量着一起捐点钱给他，让他给妻子下葬，也算是帮他渡过难关了。现在钱都齐好了，就差你的了。哦，那不用算我。哎，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？虽然这个夫子是刚来的，教过我们没多久，但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啊，帮他是理所应当的嘛。你不会就差这几个钱吧？他双眼混浊，长期酗酒，醉而杀妻，对外还宣称其妻嫌其贫而悬梁自尽，满嘴谎话。我为什么要捐？啊？没听懂啊？不是，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吗？我说的周夫子。我说的也是周夫子。周夫子杀妻？他妻子不是上吊自尽的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？他告诉我的呀。怎么会？周夫子的妻子去世的时候，他的语言、表情、动作细节，都在纷纷告诉我丧妻事件背后的真相。我不记得周夫子那天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只感觉他很痛苦。我记得，不过我要订正你一点，他不是感到痛苦，而是感到内疚。是吗？当人们后悔或者内疚的时候，就会不知不觉地露出反省的微表情。当时周夫子的眼睛盯视着其妻的尸身，皱眉，身体的肌肉紧张，同时呼吸紧凑，这一切都在说明他在后悔内疚，以及对自己酗酒有了很深的反省。现在的周夫子就是处于戒酒的戒断反应当中，手指时常颤抖，写字歪斜，口干，经常舔嘴唇。可是，你怎么现在才说呀？我是除了你第一个知道的吗？等后天吧，我会给官府写一封信，他们收到信之后就会找仵作重新尸检，那结果可以预见的，那尸体脖颈的勒痕会有少许的移位，那是在第一次勒肿之后，再次在原来的印痕上勒肿才能叠加的痕迹。你们就不用捐钱了，或者等周夫子长命之后，捐点香火钱给他还是可以的。为什么是后天啊？这种事儿也可以等的吗？我也没有办法。谁让周夫子到后天才能讲完这一卷策论？每个父子讲课的方式不同，如果中途换人，
会影响我的。什么？真是怪人！哎，萌，你发什么呆啊？难道你认识他？到底认不认识呀？他只是一个当年误导了我，导致我今后的人生轨迹发生严重偏差的同窗而已。你最近怎么一见我就躲？不做师傅就不做，我们还是朋友，生什么气啊？我没生气。我们家要搬去都城了，明日一早就出发。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没想到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太冷漠了。跟你做朋友我太亏了。一路顺利。还有呢？要听话。那是当然，我特听话，这是我此生唯一的优点。那你明早会来送行吗？我还有事。我不管，你要来，你不来我会生气。下次见面就在你的葬礼上，记住哦。萌妹啊，你在磨叽什么呀？还不快上来？就等你一个了。别吵，再等一下。还等什么等啊？我看你那把伞呀，肯定是伪造劣质品，不然你脑袋瓜也不会进那么多水。你烦不烦呐？哎呦，你的相好没来，你对我凶什么呀？凶就是原罪，天道好轮回。你看看你，现在被放鸽子了吧？啊？你个鸡大腿呀！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刚刚说跟甄世爽认识的人都会倒霉，那不萌卷入这场凶杀案，也就是说是跟他认识的后遗症。别这么说，他是个好人。当年我话很多，问他问题，他总能很热情地给予我回应，而且他特别善良，我总是跟他探讨人生，他每次都特别积极地配合我。你干什么呢？你可以不说话，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当做知我罪的证据吗？不，我都可以当你没说过。那什么，周夫子的事儿算你猜对了。不过，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。你不计较我偷看你东西呀？计较又能如何？这可是你说的不计较啊！那借我看看。喂！哎呀，你放开，万一被别人看到了，好歹也得注意点影响。吃葡萄呢。那，还你，我看完了。哦。吃葡萄，怎么要从坏的吃起啊？
哦，这是我的习惯。好的东西一定要留到最后慢慢享受。怪人有怪习惯，我敢打赌，你的这个习惯一定会让你饱受刮肉之痛的。有没有痛彻心扉啊？我吃了你的东西，这个是陪你的。一个大男人，中午只吃葡萄怎么行？谢啦。顾小姐可真是我心中的小太阳，一听她说话，我感觉我的灵魂都被净化了。可惜呀，她也不跟你说话呀。没看见她最近跟那个冰山上的来者甄世爽走得很近吗？甄世爽的性格确实有点阴冷，你说我们的小太阳为什么要跟他一起玩呢？这好不容易有了新政，男女可以在一起上学读书，却便宜了那小子。放心啦，穷鬼一个，顾家小姐只是可怜他，不会跟他在一起的。就是。吃饭吧，吃饭。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依旧聪明无比吗？吃的比我多吗？还是那么讨厌人类呢？无比糊了！哎呀，就差一点儿！我现在也非常的讨厌人类，尤其是你。快点掏钱啊！玩玩借我一点钱吧，当利息啊！甄世爽，蒙妃的案子就交给你了。皇上放心，臣定当竭尽全力。竭尽全力，是看在朕的面子，还是蒙妃呢？哼，没事，朕只是随便问问，不回答也罢。一定要竭尽全力。蒙妃娘娘，有家主来看你来了。没空，小鸟一只。皇上领来了呀！快抓！不要在这里给我喂橘子呀！皇上没事来这干嘛呀？真是，快！参见皇上。免礼。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是。倒是挺热闹的。哪有？我们刚抱头痛哭完毕。对了，皇上，不是说有我家人来探吗？谁呀？我爹还是我哥啊？倒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也算是半个家属吧。家属就家属，什么叫半个？微臣参见蒙妃娘。皇上，这你也无需多礼。朕今日叫你进宫，是因为蒙妃曾经跟朕提起过你是她同乡，还曾经论及婚嫁。刚好蒙妃遇上点事。那什么，皇上，你可能是记错了。别看了，咱们走吧。甄大人，走吧，只是我年少时的同窗而已。好，现在是同窗啊，你们那么多年不见，想必应该有很多话要聊吧？朕在这儿，会不会打扰你们？哎，
明白了，刚才地形那么好，我们为什么非跑到这儿来偷窥啊？你傻呀？气氛明显不对。好像是有点情敌相见的味道。没错，待会儿打起来，溅我们一身血呢。那还是躲在这儿看比较好。我穿的可是新衣服。真抱歉，是我跟皇上乱说，影响你名誉。没关系，我看得出来，皇上是逗你的。朕可没空逗他。甄士爽，他们说证据显示，蒙妃就是杀害贤贵人的凶手，你怎么看？皇上，臣相信蒙妃娘娘是无罪的，是有人嫁祸。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站在我这边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他竟然还相信我。所以蒙妃跟贤贵人在争吵的过程之中，在争执的同时划伤了贤贵人的脸，那一瞬间把她推入井中，把蒙妃的发簪拔了下来。这样的作案过程不对吗？不对的地方有很多。皇上，微臣接下来的言语可能会有些伤人，还请皇上恕臣无罪。朕免你罪，说吧。没错，贤贵人脸上的指痕确实是和蒙妃娘娘争斗时留下的，这点仵作查的没错。不过微臣再次细查过尸体，发现贤贵人身上不仅有淤青，也有几道指痕，以及什么？尸体面部青紫，两眼微张，眼球凸起，布满血丝，腹部肿胀，处之稍硬，身体还有多处淤青和擦伤，皮肤褶皱，为溺死之症。是的，是的，发现的晚，因此尸体在水中浸泡的时间过久，影响了对死亡时间的判断，大概是亥时到子时之间吧。有打斗过的痕迹。贤贵人这额头有撞击伤，脸上还有一道指痕。有人正说她与蒙妃娘娘发生过争执，后来小的在蒙妃娘娘的指甲缝里发现了肉丝，配对后正是她这道伤痕。哎，甄大人，这样就不好了吧？尸体在我面前并无性别之分，你检查过吗？这下边我没敢仔细看。你不仔细看，所以漏掉了这具女尸私密处快要消失的恩爱痕迹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这痕迹是和男子欢爱后所留？正是。可是谁都知道，贤贵人并不受宠，皇上也没有招幸过她。难不成皇上被戴了绿帽子？这刚打捞上来时，贤贵人手里拿着这只发簪，说明二人在打斗之时，蒙妃娘娘一气之下将她推入井中。就在这关键的瞬间，贤贵人拔下了她的发簪，这应该就是这样。当时贤贵人手里这簪子
是怎样拿着的？就是这样，正常拿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的这双眼睛比那孙猴子的火眼金睛也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我知道了。放肆！你说朕被戴绿帽子？皇上息怒，恐怕事实正是如此。尸体是不会说谎的，他能完全交代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你的意思是贤贵人与他人通奸，不蒙杀害人情有可原，理应从轻了？微臣不是这个意思。贤贵人头上的伤是在坠井时刻在井壁上留下的，仵作在井壁上发现了血迹，而他身上的伤是在欢爱时留下的。所以说，从头至尾，蒙妃娘娘同贤贵人之间的唯一关联，就只是打了一场架而已。是啊，皇上，我早就说过，他缠上来骂我、打我、吓我、威胁我。我挣脱的时候，指甲不小心划到他的脸，然后我就走了，我没有推他入井。而且贤贵人的死亡时间是在亥时到子时之间，与他们争斗的时间不符。那发簪又怎么回事？我丢三落四的，发簪什么时候丢的，我真忘了，也许是被别人捡到了。所以那个发簪那么巧的被凶手捡到，又戴在了头上，在推他落井之时，又被拔下了那个不足以成为证据的发簪了。皇上，那个发簪，并不是贤贵人从别人头上拔下来的，而是在他坠井之前，手里就已经握着发簪了。此话怎讲？皇上，请容微臣演示一下。得罪了，娘娘，请你推我一下。哦。皇上，请看，人在后仰时一把拔下别人头上的发簪，应该是簪头在手心，杆在外。而当初贤贵人的尸体在被打捞上来的时候，他手里的簪子却是杆在手心，簪头在外。所以综上所述，蒙妃娘娘并不是凶手。有道理，朕限你5天之内破此案，找出杀人凶手和陷害蒙妃的人。如果破不了，朕就治你的罪，有问题吗？这时间也太紧了。朕没问你。微臣遵旨。不蒙，你无罪释放。跟朕出来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这么八卦，这种场面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哎，皇上叫你去，必有委任啊，前途似锦。快去，烦不烦？哎呀，快去！这么浓的醋味，我都闻到了，他居然这么迟钝。哎。你说，你刚刚盯那个甄士爽是几个意思？莫非他如来转世佛光普照，让你目不转睛啊？只是他愿意相信我，我有点小激动吧。朕说相信你的时候，也不见得你激动的蹦上天。还有，你刚刚说甄士爽是世界上最棒的男人，又是几个意思？我说了吗？有，你的眼神说了。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啊。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，好好给朕解释清楚。解释怎么解释啊？甄士爽真比朕厉害不成？你有必要这么崇拜他？这种行为，简直比炊烟拨炭还要令朕上火。
皇上息怒。朕虽然说过这事完成之后会让你出宫，可你现在还是朕的爱妃，有必要在大家面前称赞别的男人吗？你这种行为，简直就是作死，你知道吗？不敢，臣妾知错了。不过就是一个同窗，有必要在那儿百般赞不绝口吗？我看你见过的男人还真是少，你的眼界还真是小。是。不忙，你要记得，是朕先救你的，要谢就先谢朕，啊，要分清楚主次，不要傻乎乎的，好吗？不对呀，皇上，你这么介意，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别逗了，朕怎么可能吃醋呢？朕吃你的醋，呵呵哒！我告诉你，做白日梦吧啊！真的没有吃醋？那是自然。你确定？100%确定。那好，臣妾想随甄大人一起查案，好自证清白。如果皇上没有吃醋，应该会批准吧？准了。谢皇上，臣妾告退。他还真是后宫的头号白眼狼。去吧。甄世爽，皇上答应让我跟你一起查案了，祝我们合作愉快，早点让面，真相大白。在我印象里，好像皇上不是这么能轻易答应荒谬请求的人呢。真不会说话。不过，我还是要谢谢你的观察入微，救我出了困境。还好是你来了，你才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证据。其实就算没有这些证据，我也知道不是你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曾经相处了这么久，我知道你虽然个性顽皮，但是特别贪生怕死。你没有胆子杀人的，就算失手，你也会吓得半死。怎么还会这么淡定，打麻将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在牢里打麻将啊？我们都收起来了。我进去的时候，在角落里看到一张牌。看你的脸色，你当时好像胡牌了吧？别说这些了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去贤贵人住处。我们双剑合璧，一定会抓到凶手的。不要妄下断论。喂，停下！哦，对，这样会破坏现场的。不对呀，这又不是第一现场、第二现场，为什么不能翻呢？你告诉我你要找什么？就没有目的的找呗，万一找出什么可疑的东西来呢？哎，哦，哎，这把扇子我记得，是东王爷的。啊哈，我的记忆力快赶上你了。心上人，喜不喜欢本王的扇子？给本王笑一个，本王就把它赏给你了。就在腊八节的家宴上，东王还拿这把扇子调戏宫女呢，说只要宫女给笑一个，他就把这扇子送给她。当时没成功，难道私下里宫女又去给东王笑了？那这扇子出现在这儿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是那个宫女杀了贤贵人。天哪，这么快就破案了吗？这感觉太酸爽了，哇！5年不见，你的智商还是这么岌岌可危啊！宫女不是凶手。哎，为什么呀？真是爽，真是爽！
哎呀，我问你呢，你没听见呢？我听见了。那你快告诉我，为什么凶手不可能是那个宫女啊？我以为这么简单的推理你可以想得明白呢。如果东王真的把扇子交给宫女，宫女作案之后，把暴露身份的东西留在被害人住处这么多天都不取走，就等着我们发现吗？哎，你说的有点道理啊。仅仅是有点道理。好吧，你说的对，一般人不可能那么蠢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出宫，去找东王打听一下。出宫？好久没出宫了。哎，你在宫门口等我，我回去换个便装，马上就出来啊。宫门口啊。皇上，爱卿免礼，朕只是恰好路过。怎么样，案情如何？查到哪一步了？啊，皇上，微臣这就要出宫去找东王调查一些事情。呵，是吗？那快去吧。在等蒙妃吗？啊，皇上，依微臣之见，您可以禁止蒙妃娘娘参与此案，一来比较安全，二来可以避嫌，这样也省去皇上担心了，不是吗？你们俩要是没事，何须避嫌呢？他爱去不去是他的事，朕不管。哼，皇上说的是。皇上，您喝口水，使使气儿。有什么值得气的地方吗？对，您说的是。魏庸，老奴在。他们不是出宫查案吗？派人跟着他们。遵命，皇上。主子，你真的要出宫吗？哎，让奴婢陪你一起去吧，这样路上还能服侍照顾您。我又不是去度假。是吗？哎，主子，你把这个包袱拿上吧，奴婢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吃的，防止你路上肚子饿。哎呦，我是去办案，又不是去逃荒，带这么多吃的干嘛呀？你们是不是有话不知当问不当问？来吧，给你们一人一句的提问时间，开始。皇上真的同意你跟甄大人出去查案呢？是啊，他怎么想的呀？他难道是想给你制造一个红杏出墙的机会，然后再把坏了名声的你赶出宫去？这已经是第二个问题了，下一个啊，该我了，蒙妃姐姐，你和甄世爽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这还用问吗？你看他一副春心荡漾的表情，都摆脸上了，明显是酒相好。哎呀，好了，我承认，我曾经对他呀是有过好奇和好感，但是那只是曾经。下一个，既然你对他有好感，那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啊？文人，错过感情这个事儿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我怎么会了解？我又没有错过。我相信啊，在我有生之年，我一定会等到那个人出现。没想到老兄比我还痴情啊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亲，这个花痴跟痴情不是一个意思，好吗？蒙妃姐姐，我还有个问题，你和他当年到底是怎么错过的呢？提问时间已到，再见。
出宫以后帮我代购东街的新品烟。啊，我也要，孟非姐姐，我听说宫外的糖葫芦特别好吃，你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一点呗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比他们都靠谱，你都没让我代购。哦，没说不让你带呀。这宫外啊，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铸剑大师，你回来了一定要给我捎几把好的宝剑回来啊。哦，清单在这儿。 怎么样？哎，皇上，您放心吧，我已经让伏羲监视他们了。监视？对呀，皇上，您让我找人跟着他们吗？不只要看着他们，还要保护他们的安危。他们两个没有武功防身，如果真遇到什么危险，伏羲那种面瓜能帮上什么忙？我说这。 皇上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。遵命。千万不要暴露了。是。甄大人，甄大人。 娘娘有什么事吗？甄大人呢？他走了有一会了。什么？竟然不等我？什么人啊这是？臣妾将我能力一然为负。首座。哎，来了。装听不见呢。师傅，停车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下。哎呦，是不是傻呀？吃的可以不装，荷包不能忘啊！我竟然给忘了。 我能不能下次给你啊？那个钱我稍后还你。不用了。哎，我说，你怎么不等我呀？我以为我等得够久的了。我这第一次出差，准备的时间长点也是情有可原的嘛。好了，走吧。我刚喊那么大声，你都没听见，你是不是该掏耳朵了？我在想事情。哦。白玉，你为什么不见我？为什么不爱我？为什么？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我恨你！他喊得好使劲儿啊！他在骂哪个负心人呢？ 你个没眼光的臭鸡蛋！我诅咒你这一辈子永生失爱过。跟你呀姓甄的，你认不认识？话说，你们甄氏一族竟然能出现渣男，好意外啊！本鱼是我的字。啊！得罪了。 啊，不会，是我该说抱歉。你表字几何我都不知道，是你从来也不关注我。我刚刚发表的这个渣男言论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但你也是，姑娘挺好的，逼得人当众骂街。我哪有闲暇时间谈情说爱？更何况，他刚刚说的“孤独终老，不得好死”，相互矛盾了。老死，已经是最好的死亡方式了。
我不喜欢这种没有文化的女人。怪不得我刚来东城的时候给你寄的信你没回，现在想想，上面真的好多错别字，语句都不通顺，哼，真是误了你的眼。信？什么信？你不会没收着吧？啊，没事儿，算了，反正都过去了，不提了。我们还是赶紧去找东王吧，在哪儿呢？那边。啊。你确定东王会在那里啊？今天早上进宫之前，我听到有人议论说，春风得意楼来了一头肥羊，就算姑娘被摸一下指尖，都能得到赏银。听说这里日夜笑声不绝，从作风来看，应该就是东王没错。那我们去看看吧。有客到！姑娘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。哎呀，两位小哥长得好生俊俏，头一次来吧？要什么口味的？我们这里的姑娘有圆的、扁的、胖的、瘦的、丑的啊，俊的没有丑的，白皙的，各型各款，任君选择。我们是来找人的。客官的，来这里的不都是找人的吗？你们要找莹莹姑娘，还是艳艳姑娘，还是桃红柳绿，春夏冬秋？我们找肥羊。哟，这是什么口味啊？哦，是找东。二位可是说的东东公子吧？东东，他跟你们说他叫东东。就是他。二位楼上请。公子，喝一杯。东东公子，有贵客找你啊。他怎么知道我们是贵客啊？因为你腰间的玉坠，你进门的时候他看了5次了。哎呦，东东公子有贵客找。还看我喝着酒呢，不见不见。嗯。吃个葡萄吧。啊，好。嗯。怎么是？你们先出去，出去。你们两个快出来吧！一会儿再过来。皇嫂，你出宫所谓何事啊？怎么这副打扮？难为你还叫了我一声皇嫂。宫里发生那么大事儿，我差点……别说，本王啊，从不打听宫里的事啊。王爷，这把扇子是您的吗？对啊，怎么在你们这儿？不过本王好几把，你们要是喜欢的话，就赏你啦。这其实是在嫌贵。哎，王爷，您还记得这把扇子交给谁了吗？下官奉皇上之命在办一桩案子，希望您还是回忆一下。给谁了？哎，本王好像给……哎，别走啊！王爷，来，给本王笑一个。王爷，看看你的样子。我说老弟，你是不是提前进入更年期了？动不动的就给本王脸色看。咱们一年才团聚几次呢？你对我这个哥哥温柔一点不行吗？你一天来去风流，没个正形，别人还怎么高看你？嗨，真是的，好端凶人家，莫名其妙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扇子啊，被西王拿走了，怎么会在你们这儿？哎，不过西王这人也真是的，拿人家东西也不好好保管，讨厌死了。也不知道西王在哪儿呢。西王啊，这个时候，本王猜他也许在街上乱逛，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揍一揍之类的。毕竟啊，这种骨子里抱的倾向是按耐不住的。谢王爷告知。
到此。行，你们走吧。老鸨，我姑娘呢？都给我叫进来。一起逛青楼，皇上太有先见之明了，他们果然有问题。过来！喂，干嘛呀？快点过来跟你说。你干什么呀？鬼鬼祟祟的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被人窥视了？天哪，他会不会是真凶？他是想干涉我们查案，还是想杀人灭口啊？你想多了。难道真的是我太敏感吗？你想啊，都能被你发现，那他肯定不是高手。既然不是高手，那你又何必担心呢？有道理啊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个特别不成熟的假设，会不会和贤贵人做出不轨之事的人是东王？你看他那么花心，万一他是想玩玩竞技的刺激呢？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是对的。但是你啊，这个胆儿有点太大了，已经超越了常规范围了。为什么？这里又没有别人，你不用顾及皇上的面子。再说了，那贤贵人长什么样，他估计都不记得了。你别乱想了，人家东王啊，才不喜欢女人呢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知道？很明显。但是他一直在跟女人玩闹啊，难不成是装的？他是不是想装作花心，拉低自己的品性，好让皇上不怀疑他？你想太多了。我跟你说吧，很多年以前，那时候先帝还在的时候，东王写给一个男人的情书，曾被人截获曝光，还上了各大小报的头条。迫于压力呢，东王跟先帝承认自己是弯的，而且还弯得很严重，此生再也无法延续皇室血脉了。这可是官方说法。我还以为这是野史绯闻呢，这你都记得？那当然了，我可是有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。另外，一个男人调戏女人，或者和她玩闹，并不代表就喜欢她。你的这个逻辑很不严谨的。所以，也可能是姐妹们聚会好 happy 那种。算是吧。但是我还听说过东王那个美谈呢，他曾经不远万里奔波到异国他乡，就是为了救一个美名在外但不幸快要死去的女子，带了很多钱很多大夫，特别伤心。他不喜欢女的话，他能做到这种程度吗？做不到啊。我就说嘛。那是因为这个传说搞错了。那个被传天妒红颜的女子，其实是个男的。那个东王就是因为知道这个内幕才去的。啊！而且这个事儿还有后续呢。东王一进屋，才发现这个传说不但是把性别搞错，就连相貌也有很大的误差。东王看了一眼这个男子，直接摔门出去了，还让他的家人早日准备好棺材呢。你说，东王颜值这么高，却喜欢男孩子，他直接照镜子不就行了？大侠饶命！小再也不敢偷你的东西了。
别的东西就能偷吗？不偷了，不偷了，小的明天就进门洗手。明天？不，今天，现在就进门洗手。滚！你长大了。不是。哎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，在哪儿呢？他喝大了，看来我们今天问不出来什么。我试试。王爷，这您有印象吗？哦，这不就是那老孔雀的扇子吗？他成天就知道寻花问柳，招猫逗狗。丢人死了！那您是否还记得那日夜宴？天哪，天哪，他醉倒了！别喊了，我这不抱着呢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找个客栈扶王爷睡觉。去那边。孟妃娘娘啊，不是小的不帮你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您竟然和2个男的去客栈开房，得避嫌呐！哎呦，西王怎么喝这么多呀？醉酒的理由千万种，你何必去深究呢？也是。他那睡这么香，我都困了。不然你先回宫休息吧。那线索怎么办？等西王醒了，我问他呗。不行，我不走。说好一起办案的，我不能抱着走秀一场的态度。我陪你一起等他醒来。哎呀！他也太能睡了吧！时候不早了，你真该回去了。我不回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皇上都让我出来了。再说了，破案时间只有5天，不得抓紧一切时间呢。这样吧，我找店小二再开一间房，你住隔壁，我守着他。好吧，那你醒了一定要叫醒我。自古以来，男女之间的奸情事件外泄，大多是因为没有关窗户，忘记拉窗帘所致。现在，就让我来看个清楚。
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跟西王一起睡啊？放心，西王他不喜欢男人的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们挤不挤啊？要不要再开一间？你不用操心，睡吧。哦。哎。怎么突然关窗户了呀？为什么不按照常规剧情走啊？这案子到底有多难办？非要彻夜查办，这么晚还不回来？两个这么敬业有必要吗？难不成要真颁一个劳模奖给他们不成？皇上，回来了吗？回皇上，老奴去过芳华宫，蒙妃娘娘没回来。还没回？那应该也快回了。再去宫门口继续等着，快！遵命，皇上。皇上不好了，皇上！干嘛大呼小叫的？怎么不好了，父亲？怎么不好了？皇上，蒙妃娘娘今天晚上住外边了。住外边？而且还和2个男的住在一个房间里边。2个男的，一个房间，而且还关了窗户，还关了窗户。这样出宫，摆下！呦，皇上，啊，冷静啊，皇上，有18杀跟着，甄士爽他不敢做对不起皇上您的事儿。他要敢做的话，18杀当时就给他捏碎了。对，对，有18杀跟着，他不敢做什么。不敢。好，这来睡觉。皇上隆请，皇上隆请。就是你多嘴呢啊！师傅，你别踢我，我屁股疼。屁股疼，我应该踢你嘴。师傅，我错了，师傅。走，咱也睡觉去，我说。哦。麻烦你帮我给皇上带个话儿，他跟我出来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安危，放心。什么情况？你昨晚不是在这儿睡的吧？你醒了？我问你话呢，为什么不回答我？哦，他打呼噜，我睡不着。第一次见，神探也会诬陷别人啊？啊，你醒了，刚好我们有点事儿要问你。这个扇子记得吗？你给的谁？让我想想。本王记得好像给了。老，哎呦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这里边毛发味儿太大了，用不了。哎，这好，这个借我上上味儿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就你事多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让南王拿去了。
谢王爷更指导。告辞。哦，以后别喝太多酒了，慢点跑。